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要跟你们介绍的这一辆车啊，真的很 special 啊，因为它在它的这个级距里面呢，它是 Malaysia 里面买得到的最小 CC 的 4x2 pickup truck。没错，它就是来自 Isuzu 的1900cc Blue Power 涡轮增压柴油引擎款啊。OK， 我现在人是在 KL， 是要来试驾这一辆来自 Isuzu 的 4x2 版本哦，也就是2轮驱动罢了的 D-Max。这个1900cc 的 D-Max 呢，是目前 Malaysia 的 pickup truck 里面啊 CC 最小的。听到1900cc， 应该很多人就会觉得哇，完蛋了，这辆车一定是不够力啊，要拿来载货的话会很辛苦啊。我之前呢驾的 4x4 pickup truck 就是来自 Nissan 的 Navara 啊，它是一个2500cc。Diesel Turbo Engine， 我驾那辆车也驾了4年了，所以 Pickup Truck 在我印象中，它应该要有怎样的动力表现呢？啊，那个已经是深刻的印在我的头脑里面了啦。然后我在驾驶不管是任何一款 Pickup Truck 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就是觉得要那样的动力才算足够。那么今天这一辆1900cc 的动力表现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了啦。OK， 在那之前，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辆 D-Max 4x2 版本，它的外观还有它的 interior 是怎么样的啦。Let's go。OK， 没有错，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辆 D-Max 啊。虽然它是一个1900cc 4x2 版本的 pickup truck 哦，就是低配的 pickup truck 啊。一般其他厂商，假如他们在做一些低配车或者减配车款的时候呢，都会把 LED 的头灯移除，然后换成那一种 halogen 的灯泡。但是 Isuzu 呢，这一次它没有把 LED 的灯泡移除，而且它还保留了这个 LED 的 DRL 日行灯。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在 bumper 这边呢看到它一样保留了 signal 的位置，还有一个 fog lamp。这个 fog lamp 呢跟 X-Terrain 版本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个 fog lamp 是普通卤素灯泡啦，而不是 LED 的灯泡。除了那一些之外呢，在前面的 front grille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front grille 的颜色是一个 metal grey， 可是是 matte 的。比起 premium 版本的 D-Max 呢是 chrome 的啊，我就觉得 chrome 是比较老气一点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啊是更加符合我个人胃口的。来到车身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是一个低配版本的 D-Max 哦，但是它还是有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更加轻松的上车，然后 side mirror 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条的 LED signal 灯，可是这一个因为是低配版本，所以它是不具备这个盲点侦测，所以在 side mirror 上面我们是不会找到什么盲点警示灯啊。然后 sport rim 方面呢，是一个17寸的 sport rim 哦，是比我之前的 Navara 还来得更加大，我的 Navara 之前是16寸罢了。然后门把手呢是一个跟车身一样颜色的门把手，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啊，那一种Chrome 的门把手，我个人就比较不喜欢啦。当然，因为它是一个低配版本的，所以它不具备这个 keyless entry， 它是要用锁匙自己按的 ，OK。然后关的时候，它的 side mirror 也不会收起来，因为它也是不具备这个电子收折的功能啊。车尾方面呢，它的这个尾灯啊，跟 X-Terrain 版本的尾灯也是不一样的设计哦。3颗灯泡都是普通的卤素灯泡。不是 LED 灯泡。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Blue Power 1.9TD 就是一个 Isuzu 引以为傲的1900cc 涡轮增压柴油引擎啊。这个引擎啊，我跟你们讲，我用了1个礼拜啊，这辆车我已经走了600多公里，然后我的油箱里面啊，现在看起来还有一个30%左右的车油啊。所以从我驾 Navara 那一辆2500cc Turbo 引擎换来这个1900cc，比较明显的就是感觉它的马力是比较小啦，扭力也比较小，但是更加明显感觉到的就是我1个星期这样用下来啊，这辆车真的超级无敌省油啊。然后在车尾箱上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倒车镜头，我觉得有这个 reverse camera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啦，尤其是这种 pickup truck， 当你在 reverse 的时候非常的好用。尾箱盖方面呢，它跟 X-Terrain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直接掉下来的，它没有那个慢慢降下来的功能。女生如果要把它关起来的话，可能感觉就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好，我们看完这一辆车的 exterior，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1900cc 4x2 版本的 D-Max 啊，在 interior 方面是长什么样的啦。Let's go， 毕竟它是一辆
pickup truck 啦，所以我们在上车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个 side step 啊，真的是会比较辛苦。在上来的时候呢，就好像要上一个楼梯这样子，刚好这个 side step 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像一个阶梯的功能，让我们顺利的上车啦。这个 D-Max 1900cc 4x2版本啊，也就是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 D-Max 啊。虽然讲它是一个比较低配啊，但是啊，该有的东西它都有，好像这个冷气出风口这边的杯架。我非常的喜欢，虽然 Navara 也有，可是 Navara 只有 driver side 有，但是这一个 D-Max 呢，两边都有这个杯架，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啊，可以放我喜欢的 Coca-Cola。车门板上面呢，虽然是低配，可是它也是有做到一些颜色的区分的，好像这一边是一个仿皮革的这种 hard plastic，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gunmetal 这样子的 lining。handle 方面是一个雾银色，所以整个看起来你不会觉得它就是黑黑一搞很单调，这个看起来视觉效果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在 dashboard 方面呢，它是黑色的，而且它没有那个皮革包覆在上面，所以 hard plastic。steering wheel 方面呢，虽然它是一个低配版本啊，可是它也是有给到这一种包皮的 material， 手抓起来的时候啊，感觉就是非常的舒适，好像我之前那一辆车呢就没有这一种包皮的配置啦。它的 steering 啊，除了有这个包皮的 material 啊，它还是一个可以这样子做到调整的，看到吗？上下还有前后。OK， 这一点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是调整椅子来达到一个舒适坐姿的话，当我们坐姿舒服了过后，我们的手跟 steering wheel 的那个距离啊，有可能是不对的。然后架起来就会感觉有一点别扭，手太短还是太长这样子。但是这一辆车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的 steering 可以做到上下跟前后调整呢，在一辆低配车上面可以找到啊，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 good job 啊！但是椅子方面的那个电动调整的功能呢就被 cut 掉了啦。这个椅子是只可以用到手动的方式来进行调整的啦。但是我觉得椅子用手动调整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啦，毕竟这个东西调整一次过后就很少再去调整了。其他方面好像我们每天都会看的 meter 啊，它也没有给到你很低配的感觉。左边是一个 RPM， 右边是一个时速表，正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屏幕啊。这个小屏幕呢是很多资讯，你可以用你的 steering wheel 上面哦做到切换的。这一点 Isuzu 没有把它 cut 掉呢，我已经觉得有一点 surprise 了。令我更 surprise 的就是啊，在正中间这一边的这个多媒体播放器啊，它是有减配一点点，但是它还是有给到一个荧幕。这个主机呢，它的荧幕就可以拿来实现倒车影像啦，还有就是它支持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这一点真的非常的加分。我觉得现在买车啊，如果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ndroid Auto 的话，就真的太不方便了啊！但是唯一我觉得有一点点小遗憾跟缺点的就是这个荧幕啊是反光还蛮严重的。在下面呢的冷气操控界面啊，跟顶配版本或者 Premium 版本不一样的就是它用的就是这一种手动的方式来做到调整哦。我是觉得还 OK 啦，但是如果是像 Premium 版本或者 X-Terrain 版本的话啊，那个真的好看很多啦。除此之外呢，这个 dashboard 上面啊，好像 X-Terrain 版本上面的这个置物格啊，passenger side 的置物格啊，全部都有保留啊，这一点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车你可以放很多东西啊。然后因为它是一辆4x2版本嘛，所以你不会看到有什么旋钮是把它切换到4x4版本，所以我们这样看过去，这个 dashboard 呢，它就会显得比较空一点点，比较单调一点点啦。但是陡坡缓降的功能啊，也是有具备的，而且这一台车不只是 PRND， 它还可以进行切换到一个 manual mode 的方式。等一下我们在云顶山路试车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 D 还有 manual mode 架起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啦。OK，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辆车的后座啊，坐起来感觉是怎么样的啦。OK， 既然是 pickup truck 嘛，所以它的后座啊也没有期望它有多么的舒服啊。我觉得这个 pickup truck 的后座椅背倾斜角度，我应该也不需要拿那个测量尺来做测量了。总之就是很直就对了啦。然后它的这个膝盖跟前座，我调整到我自己的舒适坐姿了过后啦，还有一个拳头多一点点的距离
对我来讲是 OK 的。有一点哦，非常加分的就是这一辆 D-Max 呢，它的后座是有具备后座冷气出风口的。到现在还有很多 Sedan Hatchback 都还没有具备这一项功能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赞，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我们不要讲它的这个 interior 的空间不大了，冷气很快就会冷。我们先讲就是你把车泊在外面晒了几个小时，你突然一上车的时候，那一个过程有后座冷气出风口的话，后座的乘客就会比较快凉快下来。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这个 USB 插孔虽然只有一个啦，但是有好过没有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后座的表现，如果不是每天要载人短途完全是 OK 的，没什么问题。但是长途肯定就会不舒服啦。不过有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它的这个后座的椅垫长度比某一款 Sedan 车的后座椅垫长度还要来得长，在大腿支撑方面呢，绝对比那辆车来得更加好好，讲完这一辆车的 Exterior 还有 Interior，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这一辆车。我们不要普通的试驾，我们把它加上云顶，我们用云顶山路来挑战一下这辆车的牙箱还有引擎动力方面，驾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马力还有扭力还有它的变速箱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 Let's go。OK，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尝试一下这个1900cc 的动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啦。要尝试它的动力表现，当然就要跑山路啦，是不是？今天呢，就带你们去跑云顶啦。果多呢，还是用苍蝇拍比较方便啦。它的这个 Power Window 看到吗？下的时候是有 Auto， 上的时候就没有 Auto 啦，放手它就停。我是觉得Fully Auto 下到完也是 Auto， 上到完也是 Auto 的那一种会比较好啦。OK， 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多，现在一段比较没有那么严峻的爬坡的山路，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这个1900cc 涡轮增压引擎加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啦。在这种速度100左右的时候转这种比较大个的弯是不会觉得这辆车很浮很飘。虽然讲它是一辆 truck 是一辆高的车，可是可能我已经习惯这种 body roll 了，所以我觉得还 OK。如果不习惯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怕啦，因为毕竟你坐姿比较高了嘛，然后车也很高，这个弯的速度是有一点点高保持在100左右。当然这个不是很 sharp 的弯是比较 smooth 的弯，转起来感觉是 OK 的，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但是明显可以感觉到，在油门踩下去的时候这个动力就有一点点的，也不是讲没有力，就可能我要求也变高了所以我在出弯的时候，我把油门踩下去，动力来，动力，哇，我油门踩很深了，是听到这个 engine 是比较大声一点点感觉它有一点在咆哮，不知道收音收不收得到OK， 直线的加速试一下。油门是地板油门现在它果然还是一个1900cc 啦。如果是讲一般使用拿来载货的话，我担心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然后这个椅子呢，我不知道它的发泡棉跟 X-Terrain 版本的有没有不一样但是就是觉得它好像会比较硬一点点，就比较像做工用的车啦。OK， 这一段开始呢是比较小条一点了的啦。上云顶的路，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试车圣地云顶高原那现在就要试一下这一台1900cc 的 D-Max 呢，在上云顶的时候它的动力表现，它的牙箱反应表现是怎么样的啦？那我现在用的是比较普通的方式，就是用 D 档。当然这一辆1900cc 的 D-Max 它也是有加减档的，但是我现在就先用 D 档。我们试一下。OK， 可以感觉到它是出弯过后要爬坡的时候，那个力就好像马力 power 来 ，OK 啦，还是可以的啦。只是讲那个牙箱，我觉得它退一个档会更好。这边又有一个弯给我动力！动力
OK， 可以感觉到它好像会有一点笨重的感觉啊，就是它一个1900cc 涡轮增压引擎要驱动这一整大块那么大一台的车身啊，在转弯的时候出弯又刚好遇到上坡的时候，你油门要踩很深，它才可以给到那个动力，而且那个动力是感觉比较，它在发力的时候感觉会比较累一点。我这样子形容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懂啊？哇，土崩哎，看到吗？这个就是前几天土崩的画面。OK， horsepower 马力 ，top 马力。OK 啦，还是可以各蛮多车的。这个只是在普通的低档啊。转弯方面，我觉得它的这个 handling 啊，以一辆 truck 来讲是算蛮不错的啦。虽然还是有这个蛮明显的 body roll 啦，可是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 ，BRV 你顶到我了啊！这种就普通 NA 引擎的车，他们在上云顶应该会比较吃力一点点。OK， 我现在用普通的低档，我觉得还是 OK 的，只是在后半段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等下我们尝试一下。哇，动力，地板油门哦，地板油门。这个传统 AT 我感觉它在换挡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迟滞啊，我觉得好像我还会想要再去帮它退档，但是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一台呢它是有具备这个 manual mode， 我们只要把这个 gear knob 推去右边，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manual 的方式来开这一台车。现在是2号牙，它的转速在3000转过后啊，就会开始听到比较大声的引擎声。3号，2号，OK， 我觉得如果用 manual mode 的话，驾起来还比较轻松一点，因为至少我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换挡，我可以自己控制。油门 ，OK， 3号。只不过它的这个 shifter 啊，当我们在换挡的时候，它有一点点的 delay， 大概是0.几秒这样子。现在是2号牙。因为这个山路啊有土崩的情况啊，所以现在他把本来下山的路 share 给我们上山，所以就是下山跟上山共用同一条车道，这还蛮危险的。现在我们把下山的路当成上山来用啊，就会有很多墩啊。反正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测试到过墩了过后，我们一补油，那个动力来到直不直接啊？这一台 D-Max 虽然它是1900cc， 但是我们如果挂对档的话，我们过了墩，我们补油的话，那个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们要用 manual mode 来开车的话，至少你们也要了解一下 manual mode 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换挡逻辑啊？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驾过 manual 的车，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换牙。如果你是平时180%在开自动挡的车的话，你要自己换挡，自己用manual换挡，那如果你又换到不是很顺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更难驾，更不好驾。但是因为我平时是有在开manual车的，所以我现在用manual mode的话，我驾到这一辆，虽然它是1900cc 罢了，可是在应付这种过弯啊、刹车了过后又要再补油加速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是 OK 的，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辆车在2档、3档的时候，它的动力表现啊，它的 torque 来到是 OK 的，是够用的。OK， 现在是一个2号牙，油门给它补下去，地板油门哦，现在还是2号牙，还是地板油门。OK， 我觉得还是够用的啦，这个动力表现。所以以我之前驾过那么多次我自己的Navara上云顶来讲的话，我也是用manual mode来开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差别真的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换挡嘛，但是如果用 D mode 来做比较的话，这辆Isuzu 1900cc 的 D mode， 它的动力表现就不如
Nissan Navara 那么好啦。当然，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驾3000cc 的 X-Terrain 版本的 D-Max 啊，我们来尝试一下跑一跑云顶山路啦。好啦，今天这一集Isuzu D-Max 1900cc Diesel Turbo 的这一集影片呢，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啊！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Charika 一路以来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买一些新车、二手车还是 recon 车的话，都可以到 Charika 上面逛逛一下。OK， 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